大家好，我是龟龟。今天呢，我主要跟大家谈一谈意大利青瓜的种植。主要是想从2个方面来谈一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意大利青瓜的易种性。大家也知道，就是说意大利青瓜呢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蔬菜，在欧洲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种植它，因为它非常简单。第二呢，我想谈一谈如何能够高产意大利青瓜。我们该注意些什么？这意大利青瓜呢，你看这旁边还有一个小瓜，就是说意大利青瓜呢，我一般年年都种，但我种的不多，因为呢我吃不完。我以前尝试种个2-3颗，每次呢都要不停的送人，所以说呢，就是说我今年呢就种了1颗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只种1颗的话呢，它呢就是说可能雄花不是很多，它的授粉不是很好呢，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它结果量不是很大，所以呢我就把它跟南瓜种在一起。这个呢实际上是南瓜，你看南瓜，因为呢就是说南瓜呢就是说它也会开花。你看这是南瓜，这是南瓜的花，因为现在天气还早，才9点，它的花还没有完全开放。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你只种1颗，万一呢就是说它都是雄花很少，所以说呢那就是说可能产量上不行，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把南瓜和意大利青瓜种在一块，提高呢坐果量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如果呢它下面有那种小小的瓜的，那它就是雌花。它如果下面呢不是瓜的那种，就是一根长长的茎上来的这种，它不结，就是说不结瓜的那种，它这是雄花。你可以呢人工授粉，拿一个小毛刷呀，把这在花开的时候把它就是说沾一下，然后再沾到雌花上去，把雄花的花粉带到雌花上去，那么就会提高坐果量。因为呢我就是说比较懒，或者说所以呢我就直接在它旁边种了1颗南瓜。因为呢我呢就是说南瓜呢我一般呢实际上呢是吃这个饼的，所以说呢它的花呢我并不会让南瓜长得很长很大。你看我大部分都剪掉了，看到没有，我只留了花。看这是南瓜的花和根，然后呢这种叶呢我一般都会把它剪掉吃的，或者嫩头我都吃掉了。所以说呢它也不需要很大的空间，所以我就把它们俩种在一块了，这样呢就提高了我的意大利青瓜的坐果量。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，如果大家就是说像我一样，南瓜呢其实并不在乎吃那个瓜的，大部分都把它剪掉的，那么它呢就是需要的面积不是很多，这样的话就是提高了你的就是意大利青瓜的坐果量。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意大利青瓜啊，就是其实啊它的这个根茎啊也可以吃的，跟南瓜一样，我一般呢也会偶尔吃它的，就是说把它剪下来，然后呢把它的皮给剥掉，就吃里面的茎，炒肉丝之类的。它为什么我有时候会做这个，就是说这个吃呢？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叶子太多了，也影响它的追肥，就是说它的那个肥量。如果叶子太多呢，它的肥可能也就需要给叶子上去提供，而且有的叶子呢它长得也不是很好，所以说呢我就把它剪掉了。剪掉了呢既可以吃，也不浪费。而且呢意大利青瓜就是最好在它这种小瓜呀成型的时候，大家要记得2周给它追一次肥，在它的根旁边
挖一个小洞，然后把肥加进去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可以提高它的周果量。也可以在浇水的时候用那个易肥，就是液态肥。这样的话呢，也就是说可以帮助它。当然了，不管哪种肥，你用一种就可以了，或者说交替着用也可以。因为有很多朋友说他的就是说意大利青瓜呢就是不结，那可能是因为它就种了一颗，然后呢它的那个授粉没跟上去，所以说大家要记得人工授粉，或者是说在它旁边呢种一个南瓜。这是我的西葫芦，意大利青瓜。你看这边还有一颗，还剩3、4颗吧，在上面。总体来说呢，今年给我结了很多颗，意大利青瓜，有的呢长得有一个都有2、3公斤吧，我也吃不完，所以一直呢还在家里有很大的，还在家里放着。我呢经常会把这个叶子给它剪掉，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比较有利于它结瓜，就是营养让它营养稍微跟得上去一点。所以呢我经常会把它的叶子帮它修剪一下，多余的叶子我就会把它剪掉。它一般两边就是说我会剪这样的两边的叶子把它剪掉，那边也剪一部分，这边也剪一部分，不能只剪一侧的叶子，这样的风大呢会容易把它吹翻掉。所以呢我一般就是两边都平均的会把它剪一些掉。其实意大利青瓜呢是非常容易种的，我个人觉得啊，相对于就是说辣椒呀，黄瓜呀，我个人觉得意大利青瓜呢是非常非常容易种的一种。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每年都种它，而且每年呢都给我有很多的收成，我种个1颗就可以了。以前呢刚开始种的时候没有经验，一般种2颗3颗那就多得不得了了，经常叫送人就说自己根本就无法吃完。我种1颗呢，它一个夏季吧，粗略数它起码要给我结个10颗出来，而且这个10颗呢就是说都是很大的，如果我不摘它的话都可以结很大很大的，而且呢它也不显老。所以说呢我一般就是你看这上面这几颗我都没有摘它，因为家里还有一颗很大的。今年呢我种的这个意大利青瓜呢是那种有带横条的，就这种竖条的，一条一条的竖条的那个纹路在上面的。我以前选的呢是纯色的，今年选的呢有点就是说杂色一样的。看我以前呢也种过黄色的，还有绿色的，今年选的是绿色的，带这种竖条条在上面的，口感也不错。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这几种黄色的青色的还有这种带条纹的，口感最起码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。我是很大力推荐这个意大利青瓜的，特别是对新手朋友来说，看到自己种出来的果实吃到嘴里是不是很开心的？如果说呢一上手就种这种黄瓜呀，或者是别的比较难度比较高的植物有可能说颗粒无收，所以呢就心情可能会被影响，打击积极性。如果呢我们种这种比较简单的，那就是很有收成感，就很有兴趣去继续种，对不对？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打开小铃铛。谢谢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